的如素，与谁听寒蝉凄切，披霜雪狂沙在逐鹿，听风起关羽用剑箫声，破苍穹号令于星河九重，稳定不倒的巅峰。并肩滔天，不知如红星跃然，千秋梦，分舟起浪淘沙华。英雄人宿命，追寻天地间尘是水，相同流，远人间姹紫嫣红，齐结山庄才聚首。为了逼出楚火炉的潜力，早日磨剑成功，我让蓑衣人帮助他训练。然而，两人实力悬殊太大，蓑衣人差点毁了我的剑，而正派人趁火打劫，我不得不出手。菩提心，兰克斯所有方丈的舍利，竟然就这么毁了！这剑气，仿佛是击倒段无血的那招。错不了，这样朴素的剑意，这样凌厉的剑势，原来当时是沈三公子出手救了我们大家。三公子停下！三公子回来了！好，不愧是我沈家的子弟。这世上有那么多天才，原来是，这一后来也是，为什么唯独我？明明我才是沈家长子，我才是弃剑山庄的继承人。大公子，活在自己弟弟影子下的感觉很不好受吧？师傅还没回来吗？哎呀，弃剑山庄竟然也有祝融花呀！啊，糟了！师傅，我，此花轻易不起艳，这样轻轻碰触便生出花中艳，倒是第一次。
只有特殊体质的女孩才能引火入花，这也是烈阳府城记者的证明。那天，姐姐和我都点燃了花烛夜，我本来是很高兴的，可是姥姥告诉我，等修炼功成，我和姐姐就要同台对决。烈阳府的规矩，我们俩只有一个人能活着下擂台，继承烈阳府。怎么会有这样的规矩啊？那便勤加修炼。以你的才智，不一定会输。师父，那不就是要杀了姐姐吗？我不要杀我姐姐，我不要。哎呀，是，玩火尿床，你今天就别睡了，练剑去吧你。又是你，你到底是谁？世人皆知沈三公子一剑动天下，却不晓得七剑山庄还有个不善武艺、善智谋的沈大公子。那个总在我识海中传音的人，就是你。看来你一直记得我呢。我听说你那三弟小时候跟你一样，武学资质平庸。沈大公子难道就不好奇？你弟弟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天才？给我闭嘴！这人下的人生，你真的甘心吗？住口！你到底是谁？老夫乃是你祖师的至交好友，实在不忍看到他的门派祸气萧墙，便决定帮助一二。祖师仙师已有300年，他的好友怎么可能还活在世上？老夫接下来所言，信或不信，全凭大公子自己甄别。什么意思？老夫曾经去梦天的陵寝祭奠，不小心目睹了你沈家的一宗秘史。祖师爷的陵寝位于弃剑旧庄。除了沈家子弟成年时会去那里试炼，其他时候就一直荒废无人。你能看到什么？说来也巧，我去祭奠他的那一天，距今整整10年。10年前，云岚的成年试炼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我妹妹她到底遇到了什么事？与其问我，不如问问你的弟弟沈振一吧。10年前，我亲眼目睹他悄悄跟着2小姐进入了陵墓。你重视亲情，有人却非必。还不明白吗？我问你，你们沈家试炼所谓何事？是为择一沈氏后人开墓地青铜门，继承祖师爷留下的万藏剑经残卷。那若进陵寝的是2个人，却只活着出了1个，偏偏还功力大涨。你的意思是，振一杀了云岚，盗取了万藏剑经？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。我只是看在孟天是多年故交的份上，才出言相助。口说无凭，你可有证据？再过几日，沈振一就要成年参加沈门试炼了，届时陵寝必开，你自去看看，那青铜门是开是合，背后有没有万藏剑经？请问前辈高姓大名？
来日你若依旧想问，再来寻我吧。三弟好雅兴，你心思太杂，这是练剑大忌。三弟今日在万藏殿出手，击败六如禅师，确实令人高兴。只是你功力复原，为何不告诉我和爹一声？平白让我们担心这么久。我的伤势并未痊愈，不过是对剑法有了些新的体会罢了。如果云兰还在就好了。你小时候和她最亲，无话不谈。你出生时，娘难产离世，从小是云兰陪你长大。如今她不在了，你的家人便只有我和爹。振义，有事不要瞒着哥哥。大哥，你的心思都在江湖名利之中，这个世界的真相，说了你也无法接受。不说怎知我无法接受？月亮上有一只眼睛，它成就了九幽，也会毁灭九幽。云兰是为九幽牺牲的。哼，故弄玄虚。什么？上次他只是剑气失控暴走，你就急眼了。现在呢，你又要我杀了他。沈振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重塑剑尖。哼，重塑剑尖？你这是要逼他迈过武道分水岭吗？就他这副蠢样，玄。所以我才让你不要保留，逼他入生死之际，才能雕琢出最锋锐的剑尖。你说你非要选这么一把烂剑，雕来雕去麻烦死了。它是陨星制成的剑。陨星？陨星来自天外，浴火降临，是唯一超脱了九幽这片天地的力量。我要完成的那件事，非他不可。你是说他具有超越九幽的力量？我怎么不觉得？他还未觉醒。那我可来真的了。你干嘛？如何？有没有什么感觉？有点冷。我不是说这种感觉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到死亡的威胁？或者强者的威压？都说了很冷了，你就不能去别的地方炫耀吗？不干了，这活干不了。在我们魔宗，这种废物连练成药渣的资格都没。他剑尖折损，反应必然迟钝。
你应当慢些。要不我还是去挖野菜吧。我不干了，沈振一，我真干不了。我的剑从来就没有慢过。想当年，天下谁不对老夫的威名闻风丧胆？怎的如今偏拿他没办法？你们两个都不怎么聪明的去碰撞，确实很难让他进入生命威胁中的。看来又有新的力量进场了。沈振一，杀师之仇，不共戴天。要么杀了我，要么我杀了你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师父还在世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吴邪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师父，您真的还活着？师父，快帮我破开这牢笼，我们携手定能杀了沈振一，逃出去。听着，如果有机会逃走，千万不要管我，我已经是……你干什么？师父，我师父呢？经脉滞涩，剑气虚无。你现在的功力只有往日的3成。如果你能帮我练剑，或者说杀个人，我就放你师父走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没有别的选择。今天好冷啊，得赶快回去了。看错了吗？你是谁？有人用一个条件换你一条命。去死吧！段无血是我最得意的弟子，就算只剩3成功力，那丫头恐怕也……他也是我最得意的弟子。哼，命挺硬啊。是魔宗的人。哼，忘了介绍，兵行沙海，血洗南疆，魔宗左护法段无血。现在
可以去死了。段无血参与过南疆屠城战。那时他刚刚出师，魔族征讨南疆时，他是点兵官。怎么？ 几年前，魔宗屠杀南疆，父母惨死，我也差点没命。这孩子剑上的血绣，就是南疆屠城的记忆。你徒弟，怕是要祭剑了。 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哦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一幕。 哼，是在南疆，也是这样的夜晚，他也穿着你这样的红裙。我讨厌红色，除非是用血染的。于是我用剑不断刺他，可他和你一样，就是不肯死。我正纳闷呢，就看到2个小姑娘从他家逃走。我想去追，他也是那样死死抓着我的剑。为母则刚。 可惜，那也刚不过我的剑。啊！好了，你也该。杀人偿命！回光返照罢了。我骨切回杀！是魔宗作乱，娘亲就不会死，我和姐姐就不会沦落到今日的处境。你必须死！这剑气，难道沈真一？这样下去，无邪可就凶多吉少了。他是让陨星剑蒙尘的人，注定也会为陨星的重见光辉。 做些事，可你徒弟会杀，我不会阻止他。沈真一，不，剑神，求您来动手。哼，不愧是沈三公子，如此年纪就到了武道9境。 怎么可能？这是9境巅峰的实力！你自寻死路！你用不二天地火罚，天下至今无人可挡的传说，最高绝技，你所愿。
好，送你小子上路吧！自己卸下了防御，为什么？哼！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吧！空剑无我，我身即剑。多谢你帮我破后而立。难道他只是想借我之手冲击经脉？ 迈向更高的武道层面吗？这把剑乃九幽魔道之尊，以后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您是神，虽然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，但如果您亲自动手，我想他还能以剑灵形态存在。 它会成为淬炼陨星剑的最好材料，这是它最好的归宿。师父。 我成功了，我给爹和娘亲报仇了。哪里不对？5到6境，感觉如何？我已经5到6境了。哇！爹，娘。 我一定会努力活下去的。他是永远消失了吗？是。不写。沈正义，你是剑神又如何？不过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怪胎罢了。天地不仁。 以万物为刍狗，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神，可笑至极。这样的剑，我还会再铸，何必如此执着？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没有感情的剑，不过是一介傀儡。爱恨也罢，正邪也罢，即便是懦弱与愤怒。 都是人类独有的力量。或许你说的对，但我别无选择。
大公子。怎么样？明日试炼之事安排好了吗？大公子放心。真相终于要来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今日三公子试炼，必须给我把山庄看守的固若金汤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。尤其是通向旧址的各处通道，务必加派人手，不得让人闯入旧址，明白吗？是。师傅这是要去哪儿？我推你过去吧。不用吗？今日是我生辰。师傅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得准备礼物，还有长寿面，还有……沈家子弟成年时，都要去祖师爷的陵寝中接受试炼。那我陪你。此行危险，我不能带你。你且留在庄内修炼，等我回来。切，你不会在担心那个没有心的怪物吧？师傅都说危险，那该有多危险啊！愚蠢的凡人。说起来，10年前祭剑山庄那个天才二小姐，不就是在试炼的时候失踪，下落不明？当时九幽武林还说她是什么天纵奇才、千锋万刃，不也葬送在了自己家祖师爷的陵墓里吗？若是沈真一也死在试炼里，那该多么大快人心呐！你说呢，丫头？这么多人把守在这里，看来师傅这次试炼真的很危险。陵墓应该在里头，得想个办法进去。有山火，过去看看。也就是这招最好用。怎么还有人守着呀？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怎么像个幽灵一样？吓死我了！我本来就是幽灵。啥？哎，你来的正好，跟我去陵墓里找师傅。关我屁事！走，跟我回去练剑。我这里火灭了，我这里也是。走吧，回去守着，不能让人看见我。快走！我不走，我要去陵墓。你不帮我，我就把他们喊过来。快闭嘴吧，小祖宗！
蠢货！要是被人发现了，有麻烦的可是你师傅。我发现你还是挺关心我师傅的嘛。早知今日，当初不如从赤崖上跳下去。这里就是七剑山庄的旧址吗？看上去废弃了很久呢。哇，好高啊！哎，这人长得很像师傅哎。能在这儿立像的，应该是个大人物吧？那还能有谁了？肯定是弃剑山庄的创建者，沈梦天。哦，对呀。祖师爷，请您保佑弟子能像您一样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蠢货！你这个祖师爷30多岁就走火入魔死透了，你也想英年早逝吗？还是算了，还是赶紧去找师傅吧。不知道陵墓会藏在什么地方呢？堂堂沈家陵墓，你以为这么好找？不算好找，但是也不算难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找到隐形剑了吗？有一事不明，想要问你。我倒要听听，什么事值得你10年后再来找我？10年前，你告诉我，欲斩岳飞升，必先成剑神；欲成剑神，必断绝7情6欲。我以为我已摒弃情感，可有个人，明明已经离去很久了，但我看到那个人的遗物，还是会有些让我不悦的感觉。这会干扰我修剑斩月。不应该，我替你斩断凡人情欲已有10年。你竟然还会思念于他？原来这就是思念。拉拉，那便让你亲手斩除他。姐姐，小弟，你是小弟，长这么高。过去她是你姐姐，但现在她只是我的剑灵。现在，杀了她！
手抬高，脚要稳。小弟，你不行啊！哎，别，别让你姐姐听见。你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云兰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你给我留点面子嘛！姐姐教我功夫，以后我保护你。好，等姐姐办事回来就教你。别太轻敌，试剑台可不好过。你就别操心了，大哥。也对，毕竟是你呀。加把劲，争取打开青铜门。姐姐，我也要去。胡话，老实待着，晚上我就回来了啊。姐姐呢？头好疼！出来！长本事啦，竟敢跟踪我！我只是想和姐姐在一起。来都来了，走吧。这是哪儿？这是祖师的陵寝，门后藏着下册万藏剑经。祖师的考验终于轮到我了。要注入剑气吗？失败了。哦，你连武功都不会，打不开的。不是吧？怎么只有一把剑？姐姐，我们拿了剑就走吧，我害怕。还是回去请父亲过来吧。走。
是我身复苏。这是以剑气塑灵体，封存于剑中。我等了300年，今日终于等到了。我明白了，您是祖师爷。晚辈沈云兰今日成年，特前来试炼。啊，这是镇医，那是他开的。好羸弱的剑气，剑神的先天之灵选中的传人，怎会孱弱至此？这是凡人情感羁绊形成的真气锁链，难怪你弱成这样。祖师，你有什么要交托于镇医的吗？姐姐，果然就是他。看来我只能替你了却这份情缘了。姐姐，不要！我费心设此禁制，却等来这样的传人。为了那件大事，也只好牺牲你。大事，试炼和万藏剑经的后半册都是假的。没错，当初我设下禁制，只有剑神的先天之灵选中的传人才能打开木门。什么剑神，什么先天之灵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们做什么，与你无关。我倒要看看，你凭什么决定我的生死！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我看。真一，听姐姐说，你是不是想救姐姐？好，你回去找人来，快快的跑，不要回头。好，好，姐姐等我。300年前，剑神的先天之灵自诸天万界坠落而来，选中老夫创造了弃剑山庄。老夫穷尽毕生心血，只为斩月，却半道崩殂。这就是我这一世的宿命。临终前，老夫方有所悟，唯有斩杀7情6欲，才能继承剑神衣钵。但老夫已经没有机会了。现在，既然剑神选择了你，那老夫就助你一臂之力，会剑斩青丝。斩月飞升。杀了他，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剑神，完成属于你的使命。你不记得姐姐了？多年以前，你教我武功，教的不太好，但比大哥好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小时候那么爱哭，我每天都在想，真一什么时候能长大？什么时候才轮到他保护我呢？你现在真的长大了，可一切也都回不去了。动手吧。
不就是再死一次吗？你懂了感情？有人曾经跟我说过，没有感情的剑是没有生命力的，即使再强也有局限。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，或许我可以试试，你也可以试试。老夫的剑乃太上无情大道，你既然想另辟蹊径，那就让老夫领教领教。仙山出世，化神有望啊！可惜遇到了我。契丹初期也许不行，可老子还是血灵仙体，优秀的克星，灵兽的劫。桃花间多惊鸿一瞥，宿命守护亘古岁月。有缘的风轻拂着剑身红尘的脸，沧海桑田心有所念。是梦无云兮徒流年，可知步步为凭铁石缘。绝独引让我生死里与火花间，一笑日夜融成眷念。是仙冥冥之中的无解，此生不知千转铁石缘。功夫并肩的月才不负皎洁明月，青丝日光铺满甘愿，青丝如光铺满甘愿。师傅的轮椅，师傅，师傅有危险！剑灵，真一有危险，需要那孩子的帮助。你的热爱正在热播。